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亚亚。上期视频我不是做了一期教程吗？作为一个小众游戏的教程，理所当然的是没有多少人看。但在录制那期教程的时候，我被最后一幕，就是16台车辆在那个简单的平原上对战的场景，给瞬间拉回到了2年前。那时候我录制的各种斗蛐蛐视频，就是在简单的平原上放置一些小车让他们对打。虽然看的人也不多，但当时做视频真的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而且很快乐。所以本期呢，我们就在这个简单的场地上来给双方摆上一些单位，让他们对着打。因为某个观众天天在评论区嚷嚷着想看美军，所以本期对战的一方就是美军装甲部队，还有他们的这个空军。毕竟美军的装甲实力不如德军。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战斗吧。好嘞，在这里对决已经开始了，双方的军队同时朝着对方进发。因为美军的装甲实力不行呢，所以他们的空军是直接入场了。首先冲在最前面的呢是这个 P39 飞蛇，他们的机翼下面挂载的是那种6根巴祖卡发射器，所以他们的战斗力也并不是很强。然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安排的这个 B25 轰炸机他们不会投弹，所以在这里只是走个过场，给这个盟军撑撑场面。这第一波空袭呢，这个可以看到这些飞蛇他们打掉的都是一些很微不足道的这个半履带运兵车，像德军的这些主力坦克都没有受到伤害，所以盟军的这个空军完全就是个气氛组。可以看到盟军现在已经损失了很多车辆，不过他们因为没有遭受空袭，所以这边步兵兄弟是很给力的加入到了这个坦克会战之中。我给他们安排的有一些巴祖卡，模组里显示这是普通的巴祖卡，但我咋看这个模型都有点像超级巴祖卡。然后他们的穿身数据呢是120毫米，在这里应该是对一些中型坦克可以产生到威胁，像是对这个虎王的正脸的话就没有太大的伤害了。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的对战，我明明给盟军安排的有这个潘信啊，这个潘大头，虽然也算重型坦克，可是在跟斐迪南还有这个虎王的对战中，他们是一点作用都没有。此时这2台重型坦克，他们的舱盖都已经开启了，意思呢就是里面的成员组已经弃车逃跑了。然后这些愚蠢的小步兵呢，在拿他们的巴祖卡攻击这个斐迪南的正面。要知道斐迪南的正面装甲是有200毫米的，从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正面装甲的这个钢板很厚很厚啊。然后像是这个小兵的120穿的巴祖卡肯定是伤不到它正面的呀。然后现在这个盟军能动的坦克好像是已经全军覆没了，然后这里还有2台盟军的坦克呢，但他们实际上是豹式坦克啊，是伪装豹。据说是在那个诺曼底时期，德军为了进行一些特种行动的时候，给这个豹式改装成了 M10的样子，给它整了一些外观件儿，然后换上了盟军的涂装，然后可能也就是这个涂装生效了。这个本期的战斗中，这2台伪装豹都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啊。好了，本次的战斗进行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盟军的空袭呢，相当于是没有效果，而且为了场景的丰富性呢，我还给他们安排了类似于霞飞这样的轻型坦克，所以这波干不赢德系动物园还是能够理解的。最后，如果你们也喜欢这种返璞归真的对战的话，还请多多3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